这个身材丰满、衣着性感的女人被同事投诉到男老板那里，说她的打扮让大家很难静下心来工作。As long as I have one ass instead of two, I'll wear what I like if that's all right with you. 听着属下的霸气宣言，一贯严厉的老板只能灰溜溜逃出办公室，因为他体验过这女人的难缠。想当初两人第一次见面时，艾琳可是这家律师所的顾客，主要让马斯里帮她获得车祸的补偿款，因为她急需这笔钱来养活被丈夫抛弃的3个孩子。这一宗案件并没有什么难度，所有证据都指向对方司机的过错，可架不住被对方律师逼急了。艾琳一开口就 That asshole smashed in my fucking neck. 她倒是骂爽了，但也失去了陪审团对她的好印象，官司自然也就输了。看着女人河东狮子的可怕样子，马斯里发誓这辈子绝不跟这胸大无脑的人再打交道。可不到1周的时间，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内。艾琳自辩道，马斯里没有像她承诺那样帮自己拿到赔偿金，清贫如洗的她只能赖在这里打工赚钱。见识过女人的泼辣与野蛮，也深知以她的文化水平，马斯里便以人手饱和为借口，想将其打发走。可聪明的艾琳早在几天前就给前台打去了10多个电话，却无一人接听。这也意味着律所无形中失去了这么多次赚钱的机会。面对女人强势且精准的发言，老板一时间愣住了。If it doesn't work out, fire me. 正所谓软硬兼施，被艾琳玩得淋漓尽致，马斯里陷入了思考。最终艾琳只能留在公司干些杂活，不能像其他律师一样享受员工福利。可刚上班，他就闯进老板办公室，要求老板先预支自己1周的工钱。如果换做别人，马斯里肯定不会答应。但如今他毫不犹豫地掏出100元大钞，只想早点回家躲清静。而此时望着手里的钱，自己总算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这天夜里，孩子们入睡后，外面传来一连串震耳欲聋的摩托声。艾琳听的是怒火中烧，径直冲向机车男，就是一阵疯狂骂。她试图以泼妇的形象将这群人吓退，却没想到其中一个却被她直爽的性格深深吸引。I feel bad. I feel terrible. I'm sorry. You give me your number. I mean, I already got your address. 乔治被艾琳吸引得心动不已，开始不惜一切地追求她。他要么照顾艾琳的孩子，要么前去她家修水管，想方设法取悦她。然而，经历过2次失败婚姻的洗礼，艾琳发誓再也不受男人欺骗。艾琳下班后前往寄养家庭接她的3个孩子，却发现敲了半天门却无人回应。当她担忧不已时，却在邻居家听到了孩子们清脆爽朗的笑声。原来是保姆临时有事，把孩子独自送了回来。幸亏有乔治的帮助，这才让兄妹3人免受饥饿之苦。夜晚看着孩子们在乔治的陪伴下过得如此和谐，艾琳冰封着的心也渐渐融化。最终，她同意由邻居一边修车一边照顾孩子，为自己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发展事业。然而，每当她身穿性感装束出现在办公室，都会遭到有身材焦虑的女同事排挤，没人愿意在工作中帮助她。面对这一现状，艾琳只能硬着头皮，不分白天黑夜的自学法律常识。当正在整理一份房地产文件时，竟然意外发现房主的体检报告上详细记录了体内的毒物含量。正常情况下，房屋收购并不需要这些材料，异常情况引起了他的关注。为了完善工作笔记，他找到了房主唐娜。唐娜告诉艾琳，房子被电力公司新克莱以仅为6万美元的价格收购，远低于市值。他希望通过律师争取一个更公道的价格。虽然艾琳理解唐娜的诉求，但他对房地产档案中夹杂着医疗记录感到困惑。唐娜解释说，这是误塞进去的，与案件无关。他还感激新克莱公司多年来为镇上居民支付医疗费用。艾琳却不相信资本家会这么好心。Because of the chromium. The what? The chromium. 唐娜透露，发电厂负责人曾请镇上居民到礼堂集合，并解释加了个在污水处理中，并承诺每年进行免费体检。艾琳却觉得事情不对劲，她决定去拜访一位化学教授。化学教授告诉艾琳，虽然各有多种形式，但6价铬含有剧毒，长期吸收可能导致癌症等严重疾病，甚至影响 DNA 传递给下一代。得知真相后，却激发了艾琳的正义感，她迫切希望将消息散播出去。教授却提醒她，必须有十足的证据，最好能获取水务局的水质检查报告，一般人难以获得这种官方资料。为了揭露新克莱公司的罪行，艾琳决定牺牲自己的美色。她以一种极为魅惑的姿态接近工作人员，利用美人计迅速来到资料室。在用美人计将小火支开后，艾琳开始认真翻阅水质检测报告。很快，她找到了关于新克莱公司向生活水源投放含有6价铬的污水记录。为避免中间出现差池，她将档案全都复印了一份，随后拿上资料去向老板汇报。结果她惊讶地发现，工作已经被他人取代。You said to fire me? I'll call you back. I left a message. I've been dealing with this real estate. 无论他怎么解释，马斯里都不相信。加上一旁女同事的煽风点火，最终艾琳暴怒，痛骂2人后摔门而去。骂人的时候虽然挺爽，但回到家后看着成堆的欠费通知信，女人的情绪达到了顶峰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早在几年前，她还是个享受众人追捧的世界小姐，
由于年轻时看男人的眼光太差，现在只能拖着孩子四处讨生活。回想失败的人生，艾琳的泪水在昏黄的夕阳下显得格外心酸。看着自我价值被否定、被践踏，乔治心疼地抱住了她，用温柔的情话修补她即将倒塌的心墙。或许在某些时候，有我在比我爱你这3个字更有力量。在身心得到短暂的放松后，女人继续在报纸上找工作，为自己和孩子们谋取更好的生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响了，原来是老板接到化学教授打来的电话。教授透露，艾琳之前拜托他调查的数据已经弄清楚，在辛克莱公司排放的污水中，6价铬的含量足足超标了10倍，这也是唐纳一家罹患癌症的主要原因。马斯里这才意识到女人所说的都是真的，他确实为律师所挖掘到了一个利润非常可观的大案。You want to know? You have to hire me back. I got a ton of bills to pay. Fine. 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，艾琳才向老板透露了更多调查成果。原来受害者不仅是唐纳一家，住在周边的邻居们也都或多或少感染了疾病，但这些病症却都被辛克莱公司隐瞒了下来。听完汇报，马斯里感觉很不可思议，这些材料就算是律师去找都有一定的困难，她一个女人又是如何做到的？ What makes you think you can just walk in there and... They're called boobs, Ed. 这句回答让老板瞬间噎住。复工后，艾琳再次探访了唐纳太太，并毫不含糊地揭示了水中存在有害物质的事实。然而唐纳太太听完后觉得她开玩笑了，因为这些年来她一直体检正常，除非电力公司聘请的医生有意隐瞒。艾琳对于这样的推测感到遗憾，她点了点头表示确实如唐纳太太所猜想，公司一直在隐瞒事实，让居民们在他们创造的幸福假象中生活，以至于没有人能意识到隐伏着的危险。与此同时，马斯里也向辛克莱公司发送了律师函，对方很快就提出了见面详谈的要求。当马斯里满怀期待前去迎接对手时，却发现对方派来的只是一个新人，而且他的态度非常蛮横无理，还声称他们出于施舍，最多只能给唐纳太太25万美元的拆迁费，如若不从，可以到法庭去。对他们来说，时间并不是问题，因为辛克莱的母公司价值超过280亿美元，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去耗费。 I didn't know it was that much. Wow! 在回到办公室后，马斯里癫狂地在办公室里咆哮，他知道无法与大鲨鱼抗衡，于是将怒气发泄出来。 Fuck you! Fuck you back! I really hate you sometimes, you know that. You love me. 艾琳总是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，她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，也开始关注她的身体状况，提醒她要注意休息。当艾琳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唐纳的邻居突然走了进来，他们带来了一些自家养殖场的照片，照片中的肉鸡身上长满了肿瘤，看起来非常可怕。他们告诉艾琳，女人还曾经失去了舞台，这让艾琳非常震惊，她不禁开始思考，这些不幸是否与水污染有关。艾琳决定深入小镇，寻找更多证据，以了解居民的真实情况。尽管唐纳太太帮她引荐，但她仍然遭到排挤和驱逐，因为律师的收入与案件挂钩。他们觉得律师之所以热心，只是为了赚取钱财。听到马斯里说律师代理费占赔偿款总额的40%，让大家更加确信马斯里是一个乘人之危的奸商。然而，艾琳提醒他们，如果没有专业律师的帮助，他们可能1毛钱都拿不到。艾琳的深思远虑给居民们带来启发，经过权衡利弊，最终人们纷纷签下了名字。第二天，艾琳开始了她的调查之旅，她亲自踏遍整个小镇，却发现每个家庭都承受着疾病的折磨。有一个名叫安娜的小女孩，她年纪轻轻却被癌症缠身，失去了头发，沦为了病魔的俘虏。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了艾琳。作为一名母亲，她决定不再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而是要为这些无辜的人们讨回公道。接下来，艾琳孤身踏入危险的地带，收集各种证据。她捞起被污染的池塘里的青蛙尸体，探入井底搜集地下水，仅用1周时间，他就搜集到了27个含有6价铬的样本。但是他的频繁出现引起了电力厂方面的警觉。幸运的是，他每次都能够逃过追捕。这群人还是通过电话找到了艾琳，并发布死亡的威胁。尽管乔治劝告他放弃工作，寻求安全，但艾琳拒绝了。艾琳赢得了居民们的信任，但这背后却是乔治的失望与孤独。他最终选择离开，而艾琳也被迫独自面对家庭的重压。大儿子对他更是满腹怨言。在艾琳的坚持下，一名勇敢的电厂员工站了出来，揭露了公司的黑幕，这给了他新的希望。他提出了将公司告上法庭的建议。然而，随着唐纳太太的病情恶化，局势变得更加紧张。但艾琳和他的律师马斯里依然坚定地向前迈进。他们凭借着强有力的证据，成功地打赢了第一场官司。最终，艾琳的坚持和勇气得到了回报。法庭裁定立案，并迫使电力公司派出专家协商赔偿金额。然而，老板并未忘记他曾受到的羞辱，他怎么可能错过
这个复仇的机会。于是他为了展现气势，特意让2个干杂活的工人换上西装，以显示自己的优势。但还未等他开口，对方就率先提出了$2000万的赔偿金额，并表示愿意立即达成和解。马斯里正准备要做出反击，但却被艾琳抢先一步。他毫不犹豫地摆出事实，讲出道理，不给对方丝毫反驳的机会。在老板的授权下，艾琳开始自由发挥，她展现了她的聪明和果断，让对方不得不重新评估形势。By the way, we had that water brought in special for you folks. 艾琳的铿锵有力的发言，让对手不得不乖乖地放下水杯， I think this meeting's over. 并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。随着案件的正式受理，之前持观望态度的律师们纷纷涌来，想要分一杯羹。马斯里选择了一家实力雄厚、经验丰富的大公司作为合作律所，以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。这家律所一出面，立刻让电力公司的领导慌了神。他们主动将赔偿金提高到$4亿，但要求进行不公开审理。对方的态度坚决明确，如果想要快速获得赔偿，就必须放弃公开道歉。虽然艾琳对电力公司的狂妄态度感到不满，但她也深知有些病患家庭根本承受不起拖延，尽早获得救命钱才是最好的方案。然而，这一提议需要所有原告都签字同意。前来支援的女律师表示，这并不困难，她有信心让所有人都服从。她甚至拿出了艾琳花费1年多时间整理出来的个人信息表，指责对方不专业，还表示今后的工作都交给自己处理，让艾琳不要再跟进了。听到这番话，艾琳心知对方想白占便宜，于是便不再客气了。I said, whose number do you need? 为了证明艾琳是在吹牛，女律师故意抽出一张信息表，没想到名字还没念完，对方就干脆利索地把号码背了出来，顺带还介绍了这个人的姨妈姑姐。因为这634名原告都是他公行实践的，他所费尽的心血，岂是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的人所能理解的？一旁的老板心里暗暗骂道：活该。不过既然女律师一口咬定地说自己能搞定签名，大家也同意让他出去试试。可没成想，给他机会也不济事啊。相较于艾琳的任劳任怨，这个女人不是怕弄脏鞋子，就是不敢靠近牧场，还四处散发她的优越感。很快原告们就投诉到律所，并表示既然不是艾琳负责此案，那他们就另请高明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，大律所只用几天就全部搞砸了。为了不辜负自己的努力，也为了那些长期支持她的居民，艾琳只得向乔治发出求助信号，请求他再帮忙照顾几天孩子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选择住在乡下，利用多年来积攒的良好口碑，重新赢回失去的信任。在连续工作了7天后，艾琳疲惫不堪，瘫软在沙发上无法动弹。这时大儿子走了过来，拿起母亲放在桌子上的文件，询问起其中的事情。 She's one of the sick people? You know, that's why I'm helping her. We'll get her some medicine and make her feel better. 显然孩子已经理解了妈妈工作的伟大，他不再沉默抱怨，竟然主动表示要帮忙给母亲准备早餐。吃完爱心鸡蛋后，艾琳仿佛焕发了新生。她先是挨家挨户收集所有签名，夜晚又前往酒吧进行最后冲刺。一个陌生男人告诉艾琳，他今晚来酒吧买醉是因为他的表弟昨天去世了。表弟生前是冷却塔的一名操作工人，尽管整日戴着口罩，但最终仍未能幸免。他亲眼目睹了表弟临死前鼻子大量流血的惨状，自己曾被上级调去专门摧毁公司的内部文件，其中就有关于储水池和污水处理的报告。幸运的是，男人并不是个听话的员工，而这些报告最终成为赢得这场官司的重要证物。艾琳满载而归地带着战利品回到律所，她宣称不仅成功获取了634位代理人的签名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还掌握到了对方的重要证物。How did you do this? I just went up there and performed sexual favors. 634 blowjobs in 5 days. I'm really quite tired. 唐纳太太作为首位当事人，最初只是希望将$5万的拆迁费翻倍。如今，在艾琳和马斯里的共同努力下，她得到的赔偿金额达到了$500万。这笔钱不仅能够支持她继续治疗和购买药物，还能确保她的孩子们一辈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看着眼前激动的泣不成声的女人，乔治终于理解了艾琳。因为这场胜诉，马斯里成为了全国瞩目的明星律师，他将律所搬到了市中心的黄金地段。而作为功臣的艾琳也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。当谈及分红时，老板突然板着脸进来，表示之前承诺的数字可能会有所变化。未等男人说完，艾琳立即恢复了她泼辣的形象，痛斥老板毫无人性。但下一秒，支票上的数字让她无言以对。Do they teach beauty queens how to apologize? Because you suck at it. 永不妥协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，其中98%的剧情都是真实还原，甚至片中的主角艾琳·布劳克维奇本人也亲自客串了一把餐厅女招待。她的性感身材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在接受采访时，她
他也承认自己非常钟爱性感装束，同时也有火爆的脾气。然而，这些都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勇敢善良的人。